新买的 iPhone 老是觉得拍出来皮肤很差，整个黄黄灰灰的吗？今天呢，就是来教大家如何用 iPhone 拍出日系冷白皮，过程中完全不用任何第三方的 App。那今天除了相机的设定啊，还有相片的调色之外，我们还会有构图啊，或者是动作指导哦。那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吧。那首先呢，要拍出日系冷白皮，我们在拍照之前先来设定一下相机。先打开设定，接着呢往下滑去找到相机这个选项。那这边呢，我们要做几个调整哦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我们先去找到格式的部分。格式这边呢，我们选最相容。接着呢，回到上页，然后再到下一格保留设定的部分点进去。这边呢往下滑，我们把这个曝光调整打开。然后接着呢，再回到上一页，然后在下面呢，我们把这个格线还有水平仪都打开。然后到下面这个摄影风格的部分点进去，接着呢，我们往左滑去找到冷色，然后按下面的使用冷色风格。接着到下面呢，我们关闭这个优先快速拍摄。下一个呢，把镜头校正打开。好，这样子就设定完毕了。接着呢，我们进到相机。那在拍照的界面呢，我们现在来调整一下曝光哦。那其实只要点一下左上角这个00黄色的00的部分。它这边就会出现曝光调整的这个横轴，那这边呢，我们就调整到加 0.7。那如果你觉得太亮的话，也可以加 0.3。那皮肤就是会看起来比较亮这样子。这样子以上设定完之后，拍完你会发现已经比原相机拍起来的还要再更冷白一点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还没有日系的那种鲜艳冷感哦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拍完照之后要做的事情，就是来帮这些照片调色。那调色呢，其实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只要用原相机的相簿里面的编辑就可以了。假设我今天拍完这张照，我想要把它调成日系冷白风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按一下右上角的编辑这个蓝色的按钮。接着到下面呢，我们先点选右边第二个滤镜，接着往左滑一格，它会变成鲜艳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在下面这边有一个一格一格的横条，我们就可以调整它的强弱程度。那我们就把它调到50，也就是50的鲜艳哦。那大家会发现，其实日系照片它们虽然非常的鲜艳，可是整个画面却是非常干净的。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调完鲜艳的部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到调整，就是下面的第二个调整的部分，我们要来调整一些参数哦。第一个呢是右边的这个亮部，就它上面会写一个亮部，我们把它加10。接着呢，下一个是阴影的部分，我们加23。再来是对比的部分，我们减8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直接往后去找到一个温度计，叫做色温哦，大概减15差不多。然后呢，再下一个是色调的部分，加10，这样可以让照片更红一点。好，那以上这样子调完，如果大家跟不上的话，可以把影片先暂停，看一下荧幕上面的参数哦。那调整完之后呢，按一下右上角的完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前后对比是不是差非常多的，而且这样调完之后呢，整个日系的那种虽然非常鲜艳，可是又非常柔和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。尤其日系照片有蓝天的话，会更有感觉哦。那接下来你会想说，你照片那么多，是不是要一张一张调呢？答案是不用，就是今天呢，我们可以把刚才我们选完的所有参数直接一键套上其他照片哦。那怎么做呢？首先我们在已经调整过的照片按一下右上角的3个点点。接着去找到这个选项叫做拷贝编辑项目，然后呢，我们回到上一页，接着在相簿里面选取其他你想要编辑的照片，例如说这几张，接着按一下右下角的3个点点，这边呢有一个叫做贴上编辑项目，它就会直接帮你套用刚才的滤镜还有所有的编辑选项咯。点进去就是一个非常日系的感觉。那如果你觉得这边好像有点太亮的话呢，你就是可以再进去把它的曝光啊什么再调低一点。好，那除了相机本身的设定之外呢，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些日系照片的特色哦，就是要做就要做整套。我们会讲一些像构图啊或姿势的部分。那首先在取景的部分，我觉得大部分女生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想要拍出好看的照片，可是帮你拍的人不太会拍照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那接下来呢，是我自己发现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哦。就是之前我请家人帮我拍照的时候呢，我自己会先对着家人拿手机取景跟构图。构图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主角要么在中间，不然就是在那个格线上面。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把格线打开吗？这个1/3的格线。
然后呢，你的头上要留一格1/3，才不会说整张图片很挤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刚才也有把水平仪打开嘛，那个水平仪的用法呢，就是建议当你的手机并不是水平的状态的时候，它就会跑出来，然后它会有一个线一直晃动，那你的线一定要对到两边的线变成一直线之后，那个水平仪才会消失，所以平常正常的状态下它是不会出现的。然后取完景之后，我会请家人拿着手机在一模一样的位置跟角度帮我拍照，就有点像是请他们当一个脚架的概念。那后来我用这一招拍出来的照片效果都会还蛮不错的。再来第二个我们要提到的是人物的姿势，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？日本人拍照的姿势都是非常的含蓄，而且大多都是走自然清新风，就是他们的照片很少会出现什么夸张的花式角度啊，或是完美的交叉腿。我不是说你今天不能这样子拍照，而是日式风格很少会出现这种照片，因为就像我们前面一再强调，就是日系照片真的非常强调自然的姿势还有表情。那我知道有些人面对镜头会非常的僵硬，那我自己以前也是这个样子。那我后来呢，也有找到一些技巧来克服表情还有肢体僵硬哦。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讲姿势的部分呢，我们可以把全身先简单的拆成3个部分，分别是身体、头部跟视线。在拍照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从头到脚全部都直直的面对镜头，这样子拍起来的话，100%就会是一个非常僵硬的观光客照。这边你可以用的方法呢，就是可以稍微侧身大约10度，没有错，就是那么细微的差距。因为你今天太侧的话呢，拍照起来就会非常的不自然。然后又要提到就是装盲法，还有善用身上的道具哦，例如说太阳眼镜啊、包包啊，或者手上的一杯咖啡，这些道具就是可以稍微摆到身体前面。那如果你没有道具的话呢，就可以手插口袋，我觉得口袋非常好用哦，或者是手摸帽子的边缘啊，拉一下背包背带装忙之类的。那脚的部分呢，就是可以一只脚稍微弯曲啊，有一点点变动的那种感觉，不要是直直的。那你刚开始呢，可能会发现肢体很僵硬或不自然，但是其实这些都是需要练习的哦。就算你今天拍完照发现效果不是那么好，你也不要急着把它删掉，就是下一次你可以想想怎么构图啊，或者怎么摆姿势会更好看。然后再来下一点呢，就是头的位置跟视线角度。就我们大家都知道呢，拍照的时候头稍微侧一点，脸看起来就会比较小嘛。但是呢，这个脸是不能够太侧的，因为大家会发现太侧的话就会变得有点不自然，所以这个角度就是稍微镜头的偏侧一点就好了。头部以下的身体跟头部还有视线这3个区域可以稍微搭配组合。例如说我今天如果身体是正的话，那我头可能就可以稍微侧一点点，或者今天我的身体跟我的头都侧10度的话呢，我的视线就可以看镜头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不要全部都同一个方向，然后有一些变化。那这一切的标准呢，其实都是为了让你的姿势达到自然而不生硬，然后照片看起来不要太无聊。那再来第3点呢，就是眼神非常重要。我个人觉得面对镜头的眼神是非常需要练习的，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呢，日系照片是非常追求自然感，但是当我们今天表情太自然放松的话，就会变成呆滞。所以要如何在自然的表情当中又带有锐利、有故事的眼神，这一点就变得非常的重要。那我这边呢就要稍微提到，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有人在教如何让卧蚕用力，我觉得这个练习对表情管理非常有帮助。那个卧蚕用力，它的意思就是在你没有任何表情的状况之下呢，你的卧蚕还可以用力，就像这样子。我可能示范的没有很好，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让你的眼神变得非常的有张力的感觉，就是可能这样子看会觉得很好笑，可是当你在拍照的时候，如果眼神有就是卧蚕用力一点点的话，其实会差非常多。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照片都不流行大微笑或是太有情绪的那种照片，所以要如何在不笑的情况下让你的眼神还是保持锐利，就是可以练习这个卧蚕的部分哦。而且这样子做呢，就不会出现那种瞪大眼睛，然后死盯着镜头的那种怪异感，就是像这样子。这样就会变得很凶，所以让眼神变得有故事，也不是单纯的就是死盯着镜头。然后在眼神的部分呢，有时候我们看镜头看腻了，那想要看一些其他角度的话呢，我们眼神也可以稍微偏移个10度、20度，然后就是不要离镜头太远，因为当你的视线离镜头的角度太大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的眼睛都是眼白。所以现在拍照片我都会练习说我的角度不要离镜头差太远，因为差太远就会变得很怪。然后再来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你的目光要看远方，因为其实你的眼睛对焦在近处还是远处，其实照片里面都是看得出来的。所以今天当你要偏移视线的时候呢，你就是可以找就是远方的地方对焦，就是不要对焦在近距离。例如说我现在看一个很近的地方，然后再看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大家不知道可不可以感觉得出来差异。然后再来第4点呢，我想要讲到的是心理克服哦。
如果你今天是精神上面对镜头很紧绷，那我觉得你需要的可能是一些人设。什么是人设呢？就是例如说，你可以在心里催眠自己说，你现在正在主持旅游节目，然后你是主持人，或者是你可以想象自己是轻松惬意在喝咖啡的网美。因为像大家多少都知道，摄影师在帮明星拍照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口头给他们一些引导，让他们比较容易进入状况，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啦。而且我个人觉得是蛮有用的，就是让你进入那个角色这样子。然后最后第5点呢，还是要再一次叮咛，就是拍照的时候就是一直按就对了。虽然大家觉得这很废话，可是有时候，例如说帮你拍照的那个人可能不太会拍照的话，他可能抓不到那个 moment， 所以就是可以建议对方构完图之后，你就是一直狂按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拍出日系冷白皮风格的照片教学就差不多到这边。我们今天呢不只讲了如何在 iPhone 上面调整相机啊，然后修片，我们还有教大家一些构图啊或是摆姿势的小技巧。那如果大家有自己私房的拍出日系照片的这种技巧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因为我个人也是一直都还在学习当中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